我乃守护这个世界的 BOSS， 名为老板。相信您已经注意到了 ，BOSS 一同老板，一语双关，令人忍俊不禁呐。妄想突破次元壁的勇者，需向老板展示你的决心。试炼即将开启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想说话，你必须同意接受我的试炼。Boss 也不是什么魔鬼，给我做一道菜就好。对你来说，应该非常简单吧？虽然我对自己的厨艺不太有信心，但这道菜我一定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只需要拿出上好的螃蟹和橙子，然后如此，这般。虽然之前做的时候出现了意外，螃蟹从锅里爬了出来，但这次一定……你不要过来啊！如此这般，蟹酿成就做好了。虽然已经失去了评委，但这也算误打误撞的通过试炼了吧？左大律师，你终究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这个声音似乎是巴德尔的刘伟律师。我才不是什么刘伟。左然，准备好接受 BOSS 的试炼吧。好生硬的转移了话题。想要离开，必须先解决我的难题。但是这个问题，哪怕是左大律师，想必也难以应对。看题。鱼回拳。刘伟律师，你现在都在接这种奇怪的委托吗？你只管回答问题，否则别想出去。好吧，但我的问题是，这条鱼难道就没有挣脱过吗？是挣脱过，但是鱼饵太诱人了，所以鱼挣脱后又上钩了。那鱼其实是愿者上钩？才不是我的问题，不对，是钓鱼的人欲擒故纵。欲擒故纵，愿者上钩。哼，刘伟律师，我想或许你没有申诉的权利。我可不是那条鱼啊喂！扎心了。看来刘伟律师也不容易，言尽于此。问题解决，那么我也可以离开了。这个场景有些似曾相识。看这里，我是这个世界的 BOSS， 你的试炼开始了。陌生的房间，奇怪的挑战，这里有一种强烈的即视感。不要无视我啊喂！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是这个场景的 NPC。我可不是路人甲乙丙丁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决定你的命运。莫弈，沉睡吧。你可以直接开始，没有必要虚张声势。你在这里沉睡的人将无法回到现实。心理医生一直故弄玄虚，催眠别人，现在也轮到你自己了。有趣，你对心理医生还是了解太少了。你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的逻辑漏洞。如果睡着的人是你，我就可以回到现实了。梅开二度，这次你总躲不过了。试炼完成，
话说回来，巴德尔律所的刘伟律师，你其实不太适合扮演反派。事不过三，这次一定成功。我是老板，现在你必须要完成我的试炼。好巧啊，我也是老板。不好，忘记他是真老板了。总之，你先在5秒内说完这个绕口令。这个简单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就这。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这是快板？真正的试炼是20秒内边打快板边说绕口令，一旦中断即视为失败。现在挑战开始。虽然之前没怎么练习，但艺术都是相通的，我甚至可以即兴来一段。老板，你且听好了。我家曾有小蓝猫，它的名字叫葡萄，撒娇怪，淘气鬼，给它洗澡喵喵喵，精力怪，可爱鬼，在我脸上盖绰号。这只葡萄真是好，大家把它当快宝，当快宝。竟然真的说了一段快板，怎么可能？这试炼也不过如此嘛。这位老板，我先走一步。居然4个人都通过了试炼，一定是他们的决心太坚定了，才不是 BOSS 的试炼太简单。什么动静？可恶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亲爱的华生，早上醒来没看到你在身边，还真有点不习惯，好像家里忽然都变得空旷了。无意间，视线又被那本交换日记吸引。其实在你发现之后，我还悄悄更新过内容。我记录下准备仪式的每一个细节，还写下做出决定后的心情起伏，仿佛在书写一段浪漫的诗篇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竟然把交换日记写成了我的个人日记。一旦开始倾诉，就停不下来。我想珍藏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个瞬间，待你日后翻阅补充时，为它们增添新的光彩。或许该赋予它一个更炽烈的名字，22首情诗和1首幸福的歌。唯有灼热的诗行，才能铭刻此生的归宿。它就在你的身旁。我知道你只是出去一会儿，但当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，我特别想听到你的声音。也许因为临近仪式，过往的点滴总是在不经意间袭来，恍惚间产生一种时光交错之感。红豆始终见证着我们的情感历程，从最初的玲珑头子到如今的红豆相框，他们让我再一次确信，一切仿佛已在冥冥之中注定，命运早已安排好我们的相遇。那些我们未见时的日日夜夜，
对我而言，都只是让我到你身边去的长长呼唤。直到那一天，我们在律所不期而遇，我的世界也有了更为动人的光彩。我终于领会了那句诗的真意：在你之前，除你之外，我不属于任何人。在我们出发去肥脑镇前的一个悠闲午后，你恰巧出去了。我在卧室收拾行李，经过梳妆台时，闻到了一阵熟悉的香味，是之前我为你调制的香水。那次你用过之后，它就被我们放在了显眼的地方。我其实很惊讶，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对永恒的爱充满执念。如今再思索，大概是我太想将那份源于一见钟情的悸动传达给你。我爱你，以我所能想到的无数种方式爱你。你感受到了吗？无需急着回答，让我用往后余生慢慢向你求证吧。明明才分开了一会儿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思念你了。也许是因为你之前整理过我们的家，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让我想起你。小狗抱枕，我想起来之前我们还一起抓过同款的娃娃，当时你只把它带回了家，理由是它很像我。原来那个时候你就想把我一直带在身边呀。他先是跟你回家，后来又一起搬到我们共同的家，兜兜转转，始终见证着我们，如同我和你缘分的丝线早已悄然牵引，必然在浩瀚宇宙中邂逅。你说对吗？姐姐，时光流淌缓慢，我已迫不及待地想见你了。雪球的状态、场地，服装还要再整理一遍。你紧张吗？跟求婚那会儿是不一样的紧张。即使有黑眼圈，你也是我眼里最美的人。晚安，明天见。是我，本来想问问你昨晚睡得好吗？现在好像不用了。婚礼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在我们无法见面的最后一小段时间里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很想你。现场这边一切顺利，你呢？我不累，能亲手布置我们的婚礼现场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就是很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姐
姐姐，是我。你那边应该都忙完了吧？那现在你可以把眼睛闭上吗？我想给你变个小魔术。我们总是幻想，如果能再早一些遇见，总觉得这句话还是不够好。你怎么哭了？是，我们要举行婚礼了，所以别掉眼泪了。今天，我们会是最幸福的人。新娘，你快别忙了，新郎他们快到了。哎，阁楼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在吗？你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我注视了很久，挂念了很久，也爱了很久的你，现在真的要成为我的新娘了吗？丹丹，从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看着你了。你真的好美，原来幸福到难以自持，是这样的心情。我想象过很多回，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和你走到这一天。直到那个雨夜，当你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与你相爱才是最美好的事。当一头鲸鱼在深海中吟唱时，在遥远的某处，一定有另一头鲸鱼在聆听。他们会不断游向彼此，直至相遇，直至抵达共同的乐土。如果我们的人生也是一部电影，我想注定会发生的事只有一件。所有情节中，只有我们的相爱有迹可循。所有2选1的问答里，我不愿让你面对糟糕的选项。如果注定某一刻将有不幸降临，也让我比你更先面对。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证明我们永不磨灭的爱情，直到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。在那之前，让我再确认一次吧。你也与我同样幸福吗？我愿永远守护与你有关的一切，因为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之源。就算死亡，也不能将我们分离。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，就换成我来抓住你的手吧。永恒和这个词相比，我们的一生显得如此短暂。千百年以后，也许有人偶然发现我们的字迹，这句诗词会被怎样描摹呢？当你在我身边，纵然奔赴彼岸，我心欢快。你眼中倒映着这座城市的神迹，倒映着一个并不完美却因爱而蜕变的我。我眼中的你是什么样？我知道你早就听过我的回答，但只要你愿意听，多少次我都会亲口告诉你。毕竟是一生一次的日子，我想任性一回。让他们再等等吧。结婚这么辛苦，不能单独相处一会儿的话，根本坚持不住的。去哪儿都行，只要是和你一起。如果你想要休憩，我随时都是你的退路和底气。如果你想要翱翔，请让我成为偷袭你的风，与你交辉的光。有幸与你再跳一支舞吧，直到你想停下，或者是永远。Hello， 各位律师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未定事件部 IP 阿夸。大家好呀，我是编剧阿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法山哥。非常感谢各位律师的陪伴，在此我们仅代表未定事件部项目组全体成员祝律师5周年快乐！今年的2支 PV 看完之后，真的非常感动。是啊，
莫弈靠在门外思念你的时候，左然说你怎么哭了的时候，夏燕回头看到穿着婚纱的你的时候，陆景和拿着捧花出现在窗边的时候，相信不少人都深有感触。婚礼前他会做些什么呢？左然一定会抓紧时间确认婚礼的每一个细节，会在整理好妆发后，一个人在安静的角落背诵一会儿要对你说的话。而陆景和即使在婚礼开始前，也会想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所以他应该会避开人群，拿着捧花偷偷跑去见你。莫弈的话，在婚礼的前一晚，他应该会失眠，带着期待与不安，在你的门外徘徊。工作里的冷面特工夏燕，作为一直守护着你的骑士，在婚礼上一定比你先落泪。构思单人思绪画面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每一个画面都自然而然地走进了编剧的脑海中和美术的画笔下。虽然还想继续为 PV 流泪，但女神之影什么时候开放呀？是的，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最关注的就是女神之影的开放时间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点告诉律师吧。你是我心动的唯一真相活动女神之影即将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开启，周年庆限定 SSR 思绪同步上线，也就是说律师马上就可以与她相见啦。关于女神之影的详细信息，还请律师留意官方社媒平台的公告。好的，那我先下班抽卡了，各位律师，我们明年再见。你还有情报没讲，不许走。这次5周年，我们首次尝试了在游戏内开启活动整体的预热，并且通过游戏内的玩法和游戏外的物料，展现你与他一同准备仪式的过程。我们想通过这种尝试，让大家获得更为惊喜、更有沉浸感的体验。除了周年思绪，有不少律师对之前预告的5周年线下特展也很好奇。没错，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线下特展的全新 PV， 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，终于来了！爱是我此生的唯一答案。5周年线下特展将于暑期在上海北外滩红空间正式开展。本次特展将带领律师一起回顾5年来与他一同经历的故事。其实线下特展的部分场景已经在出狱及静后2组视频中出现了，届时律师可以亲临现场重温与他的心动时刻啦。我们后续将公布本次特展的更多情报，还请律师多多关注哦。这次线下特展的名称和5周年活动名是同一句式，在决定这个名称时 ，IP 同学有怎样的考虑呢？你与爱是未定最重要的2个命题，你是我心动的唯一真相，也是未定从开服延续至今的 slogan。这句话既可以指你是他人生中的唯一正解，也可以指在未明世，他陪伴你去发现更好的自己。其实我们围绕5周年的活动标题进行过多轮的讨论，但最终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标题最能代表这次活动想要传达的核心。在未明世，你可以一直跟随你的心，做出你的选择，但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，爱与信任依旧坚定，心动与眷恋都不改分毫。余生的序曲才刚刚落下第1个音符，在未来属于你们的乐章也将由你和他一同书写。没错，除了这层含义外，就像我们发布的 PV 中讲述的一样，你们的仪式是另一次全新的开始。在未来，夏燕、左然、莫弈、陆景和也会长长久久地陪伴着你。希望你可以一如既往的在未明世收获一切美好。制作组的大家也会像以前一样，继续努力的为律师提供更优质的内容体验。所以这个活动名兼具了2层再启程的含义。没错，后续游戏内的开发早已紧锣密鼓的开始啦。首先，恋恋定格系统即将更新全新分类相守篇，我们也会在后续持续推出包括挚爱篇、乙木篇等等不同情感阶段的全新思绪，律师与他的回忆都将在此珍藏。7月30日，未定事件部将上新常驻系统你我之间，律师可以在这里记录心情，分享见闻，请律师多多期待啦。
9月，主线第17章下篇将迎来更新，后续的全新主线剧场版及 AU 主题活动也在研发中。主线及后续活动的详细信息，还请大家关注后续的社交媒体啦。下一个情报也由我来为律师揭晓。未定事件部暹罗猫小豆泥联动决定，全信 MR 将会在未来与律师见面，敬请期待。小豆泥是小豆泥，可以和小豆泥贴贴了，好耶！还有一个消息要与大家分享，未定事件部全新公益企划即将启动。未来的1年里，4位男主将与律师一起继续将爱心传递下去，期待在公益的路上与律师并肩同行。接下来是周边企划及联动相关的情报。此次5周年周边上新，我们将推出心动誓约对戒、岁岁甜梦35厘米坐姿毛绒玩偶。现场大家就可以看到实物。哎，摄影师来给个特写。都还是监修中的样品啦。更多周边上新的详情，还请律师关注官方社媒的后续公告。第二个情报，未定事件部将携手 Apex Toys 共同推出4位男主的精品手办，敬请期待。此外，未定事件部将携手 Top Toy 推出全新毛绒玩偶，更多详情请律师关注后续公告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情报说完了，这次是不是可以下班了？但你们有没有觉得少了个人？我懂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嘛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各位律师好，我是大伟哥，我又回来了。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很高兴在未定事件部5周年庆典上和大家见面。关于这次周年的活动情报，项目组的同学已经为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。那么我就在这里送上今年的全服福利吧。直播结束后，我们将为大家送上10年福利，各位律师今天就可以上线领取哦。非常感谢各位律师和未定事件部一起走过了5年时光。这5年的故事，因为有各位的参与，才变得更加完整与美满。在未来，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你与未定事件部一起经历。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与庆祝的时刻，再次向所有的律师送上最由衷的祝福和感谢。祝各位律师5周年快乐！感谢来自 BOSS 的祝福，鼓掌！好啦，那本次5周年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啦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每一份与律师一同经历的回忆都是我们的珍藏，希望你可以在未明世继续收获一切美好。那么节目的最后，再次祝各位律师5周年快乐！大家明年见。